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古代唐朝捕获的飞碟。飞碟呢，又叫做不明飞行物在我国古书里面对于不明飞行物呢有过多次的记载，百姓们都视为天降异象。无论是在古老的东方呢，还是遥远的欧美呢，都有过诸多关于神秘天体的记载。因此呢，目击不明飞行物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属体验，它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了人类历史的脉络之中。其中呢，秦始皇会见外星人的传说呢尤为著名，还有宋朝妖貌飞仙，而且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仙茶事件了。那是一次轰动一时的奇异景象，不仅目击者众多呢，而且那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甚至被放置在唐朝的宫殿之中供众人呢一睹风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蜀中广记》由明朝的曹学全精心撰写的，里面洋洋洒洒的就写了共计108卷的篇章，其中内涵丰富多样，真正诠释了广记的深意，与另一部传世之作呢《太平广记》相互辉映。可是巧合的是，两者都提及了唐朝末年王真范所著的《洞天集》中的一段神奇的记载。书中这样写道，在唐僖宗广明元年的岁月里呢，严尊曾经拥有一艘神奇的仙茶，唐王朝呢将其置于灵德殿之中那这艘仙茶呢长达50余尺，其身如铜铁般铿锵有力，坚硬呢不易被虫侵蚀。当时的宰相李德裕呢曾截取了一段尺余长的细枝呢，将其精心雕刻为了道像，而那个道像呢时常会神秘的飞去又复来，自广明以来呢便失去了踪迹，仿佛它也随着风云变幻呢再度飞翔而去。那仙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古代神话中穿梭于天河间的竹木舟法，就是神仙的座驾。这里说的仙茶呢，竟与现代传说中的飞碟呢颇为相似。当时的古人呢无法辨别，就以为是仙人之座驾，才有仙茶之称。那《洞天集》所记载的这则传奇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在唐僖宗广明元年呢，也就是公元880年，一件名为严宗仙茶的神秘的物体呢，突然就降临于长安城。那这个物体因其仙灵之气呢，被朝廷郑重其事的就安放在了灵德殿之内。那这宗仙茶体积庞大，长50余尺呢，大概就是现今的20米左右。其质地坚硬如钢呢，敲击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响声，而且经久不锈。当时的权臣李德裕呢，曾截取其中的一段呢，雕刻成了道士的形象。令人惊奇的是这道士的雕像竟能够自主飞行，飘忽不定。而过了广明年间呢，那神秘的仙茶更是自己腾空而去，消失无踪。灵德殿呢，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略显陌生，但它却是唐朝都城长安大明宫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担当着国宴厅的重要角色。这座宏伟的宫殿呢，坐落于太液池的东侧，与西宫城墙呢咫尺之遥，更是大明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德殿呢，始建于唐高宗灵德年间，经历风雨沧桑，于唐僖宗光启年间呢遭遇了损毁。它的规模宏大呢，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竟是现今故宫的太和殿的3倍之大。这里曾经是皇帝夜宴群臣欣赏杂技乐舞、举行佛事活动的许多外事召见的场所，见证了许多历史辉煌的瞬间。值得一提的是呢，唐朝时期呢，珍贵的仙茶便被安放于此，这足以彰显出唐朝对仙茶的无比珍视与尊重。这艘仙茶堪称庞然大物长20多米，宽10米左右。那 UFO 的外观呢，就类似于雪茄状，外表的颜色呢，类似于木料，但敲击的时候居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说明这具 UFO 是中空的金属制造物。唐人呢对它不生锈的现象还特地做了记录，认为不生锈的金属是非常奇怪的，它具备非凡的特性，这在古代呢无疑是一件令人瞩目的宝物这就不禁的让人猜测呢，它并非是出自于地球之手王真范为它命名，称之为严尊仙茶。那这个名字呢，既神秘又富有诗意。首先来说，严尊呢是一位汉代的得道高人史料当中记载呢，其最终活了90多岁。对于当时的不明飞行物，大家就认为他们是仙人用来横渡天河的交通工具，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仙茶。这段短短的记载当中呢，除了记录了不明飞行物的外观、长度，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李德裕无意之中做出的那个举动第一，就是这个 UFO 上面附着的其他的设备，并且可以在唐人的技术条件下呢，对附着的设备的物质进行一定的加工。而且这种物质不但有天然的反重力特性，还能够悬浮在空中，而且还是具备有记忆金属的特质，抛出去之后自己还能够飞回来。第二是这个 UFO 很有可能是失去了动力，但是可以吸收太阳能或者是宇宙射线。
自行储能之后再次恢复动力从其出现在广明年然后消失可以得知呢，其恢复储能的时间大约是2年。因为广明年号呢只使用了2年，也就是说 UFO 出现在880年，那881年后呢就自己飞走。第三是这具 UFO 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李德裕截取了 UFO 上的一个部件，将其制作成了造像。在 UFO 恢复储能飞走前呢，该部件自行回归并恢复如初。因为现在李德裕的墓呢已经被发现了，在李德裕的墓中呢并没有发现任何和造像有关的东西。如果李德裕仍然持有该造像的话呢，没理由不作为陪葬品陪葬了。若以洞天戟为鉴呢，岩尊仙茶呢或可以类比为古代时的微型航天器，尽管未有外星生命降临，但很有可能是无人驾驶的那种探测器或者是无人机嘛。在考察完成之后呢，就悄然离去了。那第二个 UFO 事件呢是发生在宋朝天禧2年，也就是1018年了。在由宋真宗赵恒统治的第22个年头里面呢，于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和南京的商丘等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妖貌伤人事件。据说一个形似帽盖的不明飞行物能够在空中来无影去无踪，变化万千。到了夜里呢，还能够化身豺狼进入百姓家伤人，引得人们惊恐万分。起初呢，这一谣言呢仅在西京流传开来，人们根据其形状和特征呢，将其称之为帽妖。其中还有胆子大的年轻人呢，自发还组成了一支捉妖队伍，试图将这只害人的帽妖呢捉住。但经过了一番折腾呢，不仅帽妖没捉住反而让人们对这一传言呢更加深信不疑。城内生活的秩序呢也就开始渐渐的乱套，人们不再聊天嬉笑了，路上的人们都行色匆匆，忙着在日落之前都赶回到家中。到了晚上呢，也不敢睡觉，大门紧闭，几个人都聚在一起呢。一旦有人尖叫呢，周围的邻里也开始尖叫，尖叫声就会此起彼伏嘛，震动整个城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呢就发生在公元的1018年的5月份，西京洛阳的城门口就站着一批人。当时这些人里面有商贩、官员、农民，还有看守城门的士兵。这些人指着天空一脸惊讶的齐声就喊道俺的个娘嘞，你看那是啥？这就是河南话。他们在看天上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像一个大大的帽子盘旋在半空之中，大家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种东西。在那个年代呢，但凡可以飞翔之物都是神物。于是这些人看到那个大帽子无不磕头跪拜，尤其是那些小商贩们更是以为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了，自然赶紧求得这位神仙保佑自己呢能够发大财。飞行物呢发着光，把洛阳城照得夜如白昼，又能够快速移动。由于很像宋代流行的那种大宽边帽嘛，百姓们都称它为帽妖，就很像是《水浒传》中那个林冲戴的那个帽子可是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大帽子在天上忽高忽低盘旋了一会儿呢，咻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这时候就有人问了，那个神仙呢？一名叫做王二的商贩呢，四处看了看，疑惑的就挠了挠头。就在这个时候呢，只听见他身后的那条街上有人大喊说不好了，出人命了，快来救人那王二赶快跑过去就看只见一堆人围在一家商铺的门口看热闹。正当王二想看清楚里面情况的时候呢，只见那个大帽子又凭空出现了，然后从里面还出来一个似狼非狼、似人非人的一个妖物。那这个妖呢，就当时踩着这个吵闹的人们迅速进入那个大帽子之中就消失不见了。妖物消失了，那家店铺里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呢？王二等人走了，赶忙进去查看，他就看到了一个30多岁的妇人躺在地上，一条胳膊已经变黑了，人已经昏过去了。大家赶忙叫来大夫呢，大夫查看之后就开口说道说他身体无大恙，只是受了惊吓而已。那人家问他说这个手臂黑了怎么办呢？大夫摇摇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身体无恙你们也不必担心。说完呢，大夫就走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当晚呢，整个洛阳城一夜之间家家门窗紧闭，就连守城的官兵呢也在城内把守，没有人敢在城外逗留了。隔了几天呢，在洛阳城的西南郊外的田地里一群农民正在种地嘛，突然不远处就飞来了一个巨大的帽子，将整个太阳给遮住了。那当时这群农民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赶忙就扔下手里干活的工具，就开始往家跑。跑的路上呢，一名老人不慎还掉到了沟里，受了重伤。几个随行的年轻人赶忙将老人从沟里就拉了上来。那个巨大的帽子迅速飞了过来，将那几个年轻人吓得也都掉到了沟里，给撞伤了。来看病的呢，还是前几天那个大夫他就给这几个年轻人把了把脉，眯着眼睛就说他们的身体都无大碍，只是需要休息休息就好了。说完这话呢，一个年轻人就开始撩开自己的衣服露出后背。
只见他的后背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形的黑印。他说：“大夫啊，我身上被那个妖帽撞了之后呢，就有了这个黑印子，这是怎么回事？”而大夫伸手摸了摸，就笑着说道：“只是淤青而已，休息几天就好了。”而这巨大的帽妖呢，已经伤了几人，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当时就弄得整个洛阳城里人心惶惶。本来这件事情大家谈论几天也就没了热度了，可是宋朝百姓呢，跟我们现代人一样，也喜欢八卦。为此呢，各大城市还有小报八卦呢，就传来传去说有人看见什么 UFO 啦，说有人看见不明飞行物飞到一户人家里了，全家消失啊，等等这些事情。于是家家户户夜晚都不敢点灯了，老百姓们都担心自己哪一天也会被这个帽妖给带走，于是就纷纷呢都跑到了这个衙门去告状，要求关老爷保护自己。那关老爷无奈之下呢，只得将此事报告给了当时的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明。其实这件事情呢，早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不过是因为在北宋时期嘛，一些地方呢，偶尔还是有一些人呢，利用妖术来惑众的，所以当地的官员对于老百姓说天空有巨大的帽妖呢，并不以为是。但是后来呢，整个洛阳城都人心惶惶了，而且看到巨大帽妖的官兵呢越来越多，而使得这件事情呢发酵成为一起恐怖事件。于是张明呢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直接上书给了宋真宗报告了此事。张明向皇帝报告此事的时候呢，距离帽妖出现呢已经过去10多天了，有7、8名老百姓被伤呢。宋真宗看完张明的报告后呢，就立马呢责成侍御史吕岩前去调查。这个时候呢，西京的王嗣宗上书就说呢，帽妖现在不仅伤人呢，还开始杀人。如今帽妖已经出现了1个多月了，百姓呢人人自危，大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敢出门了，人人都拿着利器来防备。而这2名官员立刻就建议皇帝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查明真相。大约1个礼拜以后呢，当时制造谎言的3个人就被抓了起来，斩首示众。那到了这里呢，老百姓就对于帽妖的事件的真相看法居然改变了，人们就再也不相信有什么帽妖作祟了，而是人为制造的谎言而已。可是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因为西京洛阳城不再出现帽妖而结束，帽妖呢又再次在南京出现了。而且有人向皇帝报告呢，当时西京王嗣宗呢能够迅速的查出制造谎言的人是因为他采用的是巨额悬赏的举报机制。虽然这个办法很有效可是被杀的那3个人是不是真的谎言制造者呢，已经无从查起了。更严重的是因为巨额悬赏的做法呢，导致洛阳城内很多人都被蒙冤入狱了。表面上看上去是已经太平了，实则人们暗地里呢还是会议论帽妖的事情。那皇帝知道了真相之后呢，就更是恼火他立马就将这个西京的知府王嗣宗呢贬到了陕西。那看到这里呢，你一定以为这起事件可能不是单纯的帽妖作祟的民间奇闻，其中必然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没错，因为在西京的王嗣宗被贬的同时呢，南京的知府王曾呢却因为处理此事得当而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后来呢官至宰相。那么王曾是怎么做到的呢？王曾当时呢是先告诉老百姓所谓的帽妖呢是一些会法术的人制造的幻象，他认为帽妖呢根本不存在。于是呢，王曾就夜夜打开城门想要将帽妖呢活捉，而对于在提及帽妖的人呢治罪。可是过了半个月呢，帽妖都没有出现很快呢，南京的帽妖的传闻呢就不攻自破了，人们也就真正相信了帽妖根本就不存在了，大家也就不再说这件事情。而且王曾也没有抓任何的平民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帽妖的传言了嘛。那故事说到这里呢，从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呢，所谓的帽妖呢，应该就是现代人所谈论的 UFO 了。而那个似狼非狼的妖物呢，也有可能就是 UFO 中的外星人，比如蜥蜴人或者是狼人之类的。其实早在北宋之前呢，历史上就已经记载了10多次关于 UFO 的目击记录了。所以对于这种奇异的东西呢，古代人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惧，只是将其作为万年一见的稀罕物。而且这起事件从头到尾呢，只是有老百姓被误伤并没有真正的有人被杀。可是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为什么会搞得全国惊慌失措呢？而皇帝得知此事呢，第一时间就命人调查，这背后的隐情又是什么呢？还要从宋朝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局势说起。宋真宗时期呢，宋朝其实饱受辽国等侵扰军事上屡屡受败。而宋真宗当时身体又不好，而且本人呢很迷信天象，经常带着一群和尚道士到处做法消灾。既然皇帝爱好这个呢，所以当时的大臣就投其所好，经常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向皇帝报告昨天哪里又出现了祥瑞的天象等等。皇帝一高兴呢，就给奖赏。
皇帝不怎么认真的处理朝政，那自然就给了皇帝身边的人机会。可是当时宋真宗却一直不把自己唯一的儿子赵祯立为太子，这可急坏了大臣们呀。而此时皇帝的老婆刘皇后就开始干政，那就有可能成为前朝的武则天吧。于是一个 UFO 的出现呢，就有大臣利用这个现象的机会制造了冒妖的传闻，故意将其影响扩大呢。那皇帝知道了这是不祥的征兆呢，再加上皇后干政，于是那些大臣就在皇帝身边吹耳边风嘛，就说皇上您看这巨冒妖的出现呢，就是不祥之征兆你要是再不册立太子的话呢，恐怕国运渐衰所以宋真宗当时就相信，于是赶忙就将赵祯立为太子。那这样呢，刘皇后的势力呢也就被打压了，想要干政篡位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原本是一起普通的 UFO 目击事件呢，却被制造成了政治阴谋，真可谓是人心叵测嘛。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